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周末的女武神第8场对决，特斯拉对战别西卜。上回说到，将一整艘舰船用巨大磁场进行瞬间移动的神器费城实验是个未完成的失败品，然而却让特斯拉通过女武神的超级特斯拉线圈完成了。尽管这瞬间移动实际有诸多限制，别西卜一眼便看出来了，但仅凭那一击就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如此痛楚，除了那个人以外，他还是第一次呢。从天界堕落至冥界的别西卜，曾单枪匹马杀进了冥王哈里斯的城堡里，只为在战斗中寻求一死。作为冥界之王，哈里斯自然是接下了别西卜的挑战。可这场战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面对手持双叉戟的哈里斯，别西卜很快便落入下风。随后，在哈里斯的猛烈一击下，别西卜直接被轰飞出了城堡，连着砸碎好几栋高墙，撞在墙壁上，给坚固的城墙都砸出个坑来。再反观哈里斯，从容不迫地从主殿走了过来。别西卜说道：“不愧是冥界之王。”果然赢不了啊！从他的话语里，哈里斯听出了一股庆幸感。没错，因为别西卜苦苦追寻的死亡终于要来临了，他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哈里斯有些难以理解，询问道：“为什么要寻死到这般地步？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前来让鱼杀了你吗？”别西卜用行动回答了他，扬起的右手闪烁起光芒，径直往胸口刺去。可就在即将刺穿胸膛的前一刻，那胸前的玫瑰刺青长出的藤蔓牢牢锁住了他的手。别西卜不甘地低吼着：“即便我已经不想活了，也不让我死吗？”他越是用劲儿，就越牢固的藤蔓已经回答了他，就算他故意死在别人手里，也不被允许。这个刺青是被他杀死的莉莉丝遗留给他的诅咒。听了这番话，哈里斯算是明白了别西卜想要寻死的原因。他笑着说道：“虽然鱼不知道你和那莉莉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即便是什么也不知道的鱼也清楚，那个人有着想要传达给你的事。你胸前的刺青不是什么诅咒，而是祈愿。”别西卜显然没反应过来，哈里斯接着说道：“那个人是希望你活下去，对吧？那么比起你寻死的念头，难道不是更应该考虑如何活下去吗？你再好好想一想，他遗留给你的道理是什么吧。”一直深陷寻死之路上，别西卜还真给忽视了莉莉丝死前最后的话：“我爱你，所以连同我们那份活下去吧。”哈里斯头也不回，只留下一句话：“想明白了的话，要是还想让鱼杀了你，就等你状态完备后再来吧，无论何时都可以哟。”哈里斯走后，别西卜独自思考了很久。难道真的如哈里斯所言，莉莉丝留给他的不是诅咒，而是祈愿吗？那他又该怎么做才好呢？脑海里又浮现出被他杀害的莉莉丝、萨麦尔、阿萨谢尔和路西法的身影。他亲手残害了所爱之人，究竟要他如何活下去啊？不知又过了多少年，这一天，哈里斯正在城堡里独自一人下着棋。别西卜再一次前来，哈里斯笑着表示：“好久不见了，别西卜，这次又是来让鱼杀了你吗？”“不。”“哦。”“那你是放弃寻死了吗？”“不，我还是该死，但不是死在你这种存在手里。”“为何？”“我一直在思考，最后我明白了，我需要活下去，更加凄惨、卑劣、痛苦地活下去，然后尽可能的迎接最丑陋的死亡，那便是我能给予他们的赎罪。”听了别西卜的话，哈里斯愣了片刻，随后捂着脸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哈，还真是各方面都很麻烦的家伙呢，但鱼正是中意你这点呢。喏，这个拿去。”别西卜接过哈里斯扔来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骷髅头，轻轻一摁就变成了一柄权杖。鱼本就想下次见面把这东西给你，你这家伙的能力和这边阿波缪斯之杖能相辅相成呢，那这下子也就没那么容易死了吧？别西卜撇着嘴没有回话。哈里斯接着说道：“放心，鱼也会好好见证你这家伙痛苦的活着，然后在那个啥丑恶的死亡。为什么要关照我这种人？呵呵。因为鱼有着相当麻烦的弟弟们呢，在鱼有些怀念那麻烦时，有个同样麻烦的家伙出现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别西卜没再回话，默默收起了权杖。离开前，他也告诉了别西卜：“你也是相当麻烦的神啊，哈里斯先生。”“好啊，真的吗？”回忆到这里就结束了。擂台上的别西卜脸色并不好看，因为这一切都是哈里斯的错，因为哈里斯那麻烦的性格，他才变得更加麻烦的。说话间，特斯拉的进攻被别西卜用权杖强化的防御能力挡下，接着换一只手用攻击能力将特斯拉逼退。既然他一直想死在其手里的人已经先一步离去，那他就不用再等了。只见别西卜将手里权杖还原成了最初的骷髅头。既然如此，那他就把人类赶尽杀绝。双手紧握下的骷髅头，其双眼发出了光芒。随后，一股诡异的力场正以其为中心汇聚。神秘看台上，宙斯兄弟俩傻眼了。难道别西卜那家伙是想用冥界禁忌的那招吗？
特斯拉可管不了那么多，手里闪烁着电光，便朝别西卜砸了下去。一拳落下，被击飞出去的别西卜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仔细看去就能发现，他左右手所散发的波纹截然相反，一面代表着绝对防御，一面蕴含着恐怖攻击。最终将这两种完全相对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同样能看作是别西卜体内代表丰饶的守护神和化身苍蝇的恶魔合二为一，最终诞生了冥界的禁忌虚神，将吞噬约定之地的一切。别西卜的身影已经完全被光芒所吞噬，一股毛骨悚然之感涌上所有观众心头。只有特斯拉还在笑着表示：“这下可太不妙了。”宙斯扯着嗓子怒吼着：“别西卜，快住手啊！”可早已箭在弦上，刺眼的光芒瞬间笼罩擂台。冥界的原罪0号虚神降临。好了，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7回的全部内容了。这最后的一幕可太劲爆了，一个巨型黑色光球将整个擂台都淹没掉。这竟然是别西卜利用权杖以及自身的攻防力量所展现出的名为虚神的禁忌招式。虚神，这里请您简单查阅了资料。虚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又名卡俄斯、卡奥斯等，代表着秩序、时间、空间及载体本身，世界的开端及开始，也有代表着虚空和黑暗一说，是宇宙最初诞生的神，之后才诞生了大力女神盖亚、地狱本体塔尔塔罗斯以及爱神厄洛斯，并称原初4神，出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还有很多别的版本，咱就不细说了。总的来说，作为原初的神，能比宙斯的祖母大力女神盖亚都要早诞生，其地位之高就不用多说了吧。当然，也可能这虚神只是别西卜是禁忌招式的名字而已，也不知道这面挨下之下的特斯拉还能不能顶得住。毕竟笼罩整个擂台的大范围招式，特斯拉的瞬间移动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少说都得挂个重伤了。这样看来，这第8场比赛也是时候进入尾声了。好了，那么喜欢女武神系列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